每天起早不太容易，怎么突然之间放假好像在台北一样，辛苦大家。其实今天我也是在休息，因为今天我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关于到更多摄影技术的部分。在昨天的时候，我有对于我在怎么去思考文字到影像的分镜，都有一些琢磨。不过真的要具体落实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我有提到，摄影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这样说，在预算上面，通常都跟摄影这件事情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今天想来介绍一些我们在某些作品里面可能用到一些比较不常见、不常用的一些摄影的技术，它是怎么达成的。当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交流一下，那需要花多少钱去达成。所以，我自己不属于技术型的人员，我今天就带来我一直都在配合的摄影师，是我们公司自己的摄影师，汤先生，他其实很年轻，各位看就知道他很年轻，这么年轻人通常都是器材控，所以你看他会带一堆东西来，但这也是个关键，比如说我昨天发现这个现场没有 WiFi， 没有办法用 WiFi， 那我们现在要控制这个投影片是可以直接用手机去控制，但它必须在 WiFi 的环境下面。所以他就带了一张我们公司自己的 WiFi 卡，接在电脑上面才可以控制。摄影这里面变成太多在数位时代里面增加一些新的技术跟设备，要把这些东西都用到好的时候，这个适度的器材控还是需要的。所以越年轻，其实对这方面的理解可能会比我这种年纪的要更快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请摄影师来现场跟大家讲一些在数位的新时代里面一些新的观念跟新的技法。我相信对于大家真的要去执行操作自己的某一个案子的时候，会有更深入的想法，然后有更多的可能性跟机会。现在就把时间转给唐宇，谢谢。嗨，大家好。嗨。我是汤宇，就是无眼影像的摄影师。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摄影的一些就是小小的经验。我自己进入这个应该说我第一次碰到摄影机是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开始对摄影有了兴趣嘛。那个时候距离现在已经10年有了，对。那进来这个业界开始做一些商业的案子，也已经有大概5、6年的时间。那大部分就是都和张导一起合作这样子。那我们合作的内容有像企业形象啊、电视广告，还有 CF 啊、promotion video 那些。那大概张导昨天应该都有放给各位看一些我们这几年下来的一些作品。对，那我今天就是来跟大家讲一下，在就是拍摄这些作品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就是用到一些哪些观念。那些观念也许就是那些观念有些并不是太常见到，所以我们把它定义在算是特殊摄影，就因为它不是你自己拿着摄影机就可以去拍到的东西，有时候是需要借助很多人的力量，借助很多不同的协力单位才可以做成的。我们大多数影片，就算我们公司的案子也好，那接到了以后，很多时候都还是以人为主轴，就是还是会有演员，会有被访问者，这些是很常见到的，所以那个算是比较就是简单的、基本的。但有时候，因为我们接到的案型就会有一些变化，例如说有以实物为主的，有以记忆为主的，它还要刻意去削弱人在里面出现的成分，就是完全不露脸的，只有露手的，也是有这种状况出现。那这时候因为如果人不出现的时候，就如果只有景，只有一些大景，只有一些建筑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会相对起来可能会比较无聊，尤其是你就是那个东西不会动的状况下，所以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去让它有一些改变，例如说让摄影机放在不同样的尺度下面去，用不同的观点去看那件事情，或者是想办法去让摄影机的画面里面产生一些流动，或者是
就想更厉害的一些合成的技术，去让它就是有不一样的效果。那或者是用现在摄影机就是应该说最符合经济效益的这些可以做到的特效，去完成那些影片。对。OK， 那这些技术，有些技术就是这样子跑，就是这样这几年这样继续一直 run， 一直到处东学西学，东看西看这样子，这样学，然后再应用到现场的时候，其实有些技术应用到现场，对大家来说是一个负担，因为那些技术不见得是真的可以被应用在，就是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去反复的练习。他才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就是去发挥最大的效益。有时候制片都会说啊，你没事不要乱弄什么东西啊，拜托，就是赶快拍完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就是摄影师他就是还是想要挑战一些事情，所以也就是这样一直拉锯，就是也慢慢的有一些成果出来这样子。对，那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很多经验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新科技进来，就是有新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譬如说会到摄影机的发表会现场去看，那就会说哦，原来这个技术它其实是在怎么样的背景里面发现的，就是怎么样的背景出来的，那个公司为什么要推出这样的东西，你就可以其实都现在就可以猜测到，以前可能都不知道，以前就觉得哇什么都很新，但其实有些东西其实不是那么新，它是因为什么的科技跨过了一个门槛以后，它就很自然的就是发生了这样子，对。那如果我们知道那个科技可以用的话，就都会把它带到现场来去应用。每一次拍摄，我们都尽量让它就是能有新的突破。这是就是我在公司里面就是最常就是秉持着这样的心态在做每一件事情就对了。对。那甚至有时候有一些技巧，当你已经玩熟了以后，然后就会发现，真的要一直用这种方式在 run 同样的东西吗？会不会就是会玩烂掉了？对，这也是会自己会和心里会就是会拔河的地方，就还是有时候要适度的去克制一下，然后去转换另外一个跑道，研究另外一些东西，就这样一直交换着研究这样子。对，我比较不会非常钻牛角尖去研究一个东西到透彻。但是我会想办法让很多东西在适合的时候建议导演去使用，建议导演去用这个方法去完成这支影片。那他们常常讲说，就是我的那个鬼点子很多，就是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些鬼点子出来，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好莱坞一样可以就是什么都是花大钱来，那我们也不像正规的广告有这么多的预算可以去执行。一些特效，而且大部分我们的片长都很长，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就是节省预算，又要达到效果，然后又看起来就是耳目一新，这是最大的挑战。那相信就是每个人都一定会有预算考量，大家都不是就是不是活在好莱坞，所以一定有这方面的就是考虑。所以今天就如果跟大家介绍一些这种新的技术。那你要问那些预算什么东西，那都可以的，因为那些东西大部分我们都已经有去接触过，那都已经知道多少钱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对，就可以我们就可以互相来就是讨论一下这样子，对。OK， 那。我们讲一下，就是因为导演是希望我讲特殊摄影这一块，那我的脑中就是在整理这些文件的时候，就是瞬间就想，什么样的东西是特殊，什么样的东西是普通的，那我把它简单分为两类，因为我觉得特殊这个字眼，它其实是相对的，因为今天特殊的东西，可能再过几个月，再过几年，到明年，它可能就不特殊了，因为它越来越普及。只要任何东西一普及的时候，它的特殊性就不存在，所以就是会有一个相对性。那我是认为特殊的东西，就是观众他一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他就很难，他会觉得，我会用这个技术，
那也有可能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在影片里，就是他怎么会用这样的技术去拍到的？那当然也有，就是他一眼没有办法识破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种就是算是比较特殊的一块。那普通的就会是，观众可以轻易拍到，他一下子就可以知道哦，这台摄影机摆这，这台摄影机摆这，哦，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一般人都会了解的，我就觉得是比较普通一点的。那观众习以为常的，我们常用的镜头语言，就是如果都是那几套，那当然普通的东西并不是不好，因为它是约定俗成，它也比较平易近人，它比较不会产生一些争议或者是看不懂的这些就是风险，对。但是就是这两者都是有用的。那我们就是只是要把特殊的东西在适当的时候去用它，让它发挥最大的功效。对我来说，我的观念是这样子。那接下来就分析一下，因为我觉得特殊的东西在这几年就是开始一直就像遍地开花一样。那我来分析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最主要其实就是技术门槛一直疯狂的往下降，大家应该都可以体验到，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是摄影师，每个人都可以就很轻易的就进入这个业界，然后去接案，去靠这个为生，这是现在非常常发生的事情。对，那我觉得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摄影机产业，它这几年就开始有很多非传统的大厂，就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跳进来这个产业里面，他想要来就是也分一杯羹，或是他觉得他自己本身有的资源够转型做摄影机，所以他就加入来，就是说好听是加速这个产业的进步，那说难听就是来搅局，让传统大厂气得牙痒痒。对，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它的竞争越来越剧烈，就是他们会开始就是每年都出一台机器。以前我记得大概1年半到2年才出一台机器的，现在是每年都疯狂出机器，而且非常准时，从来不 delay。就为了就是在每年的 NAB 就是有一个曝光，然后当然科技的进步也会造成就是我们东西一直加速，然后缩小体积。那这些东西，因为以前的譬如说底片机，它是非常巨大的，那个它本身制作规模就是需要2-3个助理来一起处理那台机器，那个时候重量、体积这些物理性的原因，就是也会让一般人却步。但因为科技进步的关系，所以任何东西都越做越小，然后甚至是越来越轻薄、短小，然后速度又快又方便使用的话，那其实这一切就是又更简单了。所以它的门槛降低，是因为科技也是在进步的关系。那还有制作方法。很多 making of 现在正在网络上被疯狂流传。你以前可能还是要买 DVD， 你才可以看到幕后花絮，但现在网络上你随便打 BTS 或者是 making of 一堆，甚至好莱坞的，它都会就是让你看到一点点。那如果你就是这样一直抽丝剥茧的去看它一些制作的技巧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基本上我有一部分也是这样子去东挖一点西挖一点。那还有就是你也可以很清楚知道，譬如说像我有订阅一个美国摄影师协会的杂志，那个杂志就如果我没有网络，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在美国是怎么样一回事。但是因为透过网络的关系，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美国有这个杂志，那它也可以送到台湾来，那我就订来看。然后所以里面就会有每一期好莱坞的各种各样的等于算是 making of 的采访的文章，这也是一个学习的管道，我觉得还不错，对吧？所以网络世界让这个技术就是流通的非常的快，那门槛一旦全部下降以后，人才其实就开始多了，就是你会突然发现，网络世界里面怎么有这么多就是奇才，他们好像也不是本科系，但他就可以做出一些很令人惊艳的影片，甚至用这个摄影机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就是很稀松平常，他也可以去自制一些内容，所以当然也就是冲击到一些传统的。产业，就像我们像电视台，像一般的制作公司，那不过换个角度去想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人才他是存在的，但是他可能 maybe 是昙花一现，但也许你可以接触到他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和你的作品
发生一些火花，你也许可以跟他合作，但你也可以把他视成敌人。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个人使用的一些技巧以后，也许可以跟他学习，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就是想法。对 ，OK， 那稍微讲一下，就是去分析了一下这几年到底变化有多快，我就把它做成一个图表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你看，在137年前，那时候底片黑白底片才刚发布，然后过了50年，才有了一个就是彩色底片，然后居然在近30年间，就是瞬间就是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的演变。以下有Beta Can， 以下有 V8、DV、Hi8，我大概就是从什么 DV 的末期，然后要接 HDV 的时候，就是开始接触到这一块的。那就是瞬间一下子有 V8，然后有 DV、HDV， 那甚至在2007年，就是近8年间，开始有 Red 这家厂商，我特别把它写出来，是因为那时候造成了很大的算是轰动吧，就怎么瞬间从我们还在 NTSC 的这个720、480的时候，就有一家厂商出来说我要拍 4K， 那是一件当年我算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那然后甚至隔年马上一个就是出来打乱全部市场，大家都觉得又害怕又喜欢的一个5D2。那他那个大篇幅出来以后，让整个产业就是加速往大篇幅这个路线走。那还有去年就是开始提倡说有 4K 以后，今年所有摄影机出来每一台，连 ARRI 他都过去他说他都还不准备去 4K， 但今年都 4K 了。那这就很可怕，就是一直被强迫的去更新它的技术，然后更新它的规格，那时限是越来越短的。好，那要说到就是摄影机，那难免会提到就是厂商之间的故事，这里就开始讲一些小故事关于厂商的东西。就我去到处查资料啊，在摄影杂志上看到，在一些纪录片看到的东西。那最早当然就是 ARRI 和 Panavision 这2家是在做电影的产业的摄影机，底片摄影机。那近几年，它当然也是就是开始转型做一些数位摄影机。转型做数位摄影机这一块，他们2个当然是他们最早开始做，但一直都前期的时候都一直都做不好，就是没有很多人就是愿意从。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电影它还是底片为主嘛，那一直都没有办法很成功的在早期的时候吸引人家瞬间转到数位，那个原因就是等一下会讲到，因为就是有人出来搅局以后，才迫使他们赶快尾巴夹紧往前冲这样子。对。但是现在看到这台摄影机，就是右边的这个是Alisa 它现在已经目前是世界上的所有数位电影的主流，就很多摄影师他都，如果他不用底片，他就选Alisa，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对。那换到另外一个圈圈，就是做电子摄影机的。那其实你看，这上面所有的，包括这个，就是从左到右这些厂商，全部其实都是日本的厂商。对。那当然，他们做电子摄影机是非常厉害，那也是就是几乎所有电视台都，要么采购名单一定都会有他们这几家在 run 这样子。那